老男人把少女骗到野外，而少女却没发现男人的笑容里隐藏着猥琐与邪恶。男人打开地窖盖板，里面映出温馨的烛光，经不住好奇，少女还是下来了。很快，男人就露出了真面目，嘴上说太热了，然后脱下外衣，让女孩也一起脱掉。女孩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，因为是自己的邻居，女孩才没防备。此时看着男人邪恶的眼神，女孩内心害怕到了极点，偷偷瞥了眼楼梯，突然发疯似的冲过去，男人一把扯住她的腿，女孩反手一个猛击，然后推开盖板开始逃命。然而真有那么简单就能逃脱吗？女孩一路狂奔，奇怪的事发生了，路上竟一个人都没有。终于，她跑到了有人的地方，那是女孩的父亲。因为迟迟不见女儿回家，正拿着照片四处寻找。父亲似乎听到了呼喊，可他四处张望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一辆汽车驶过，所有人全部消失。女孩恐惧到了极点，她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，接着开始疯狂往家跑去。此时妈妈已经报案，正跟警察说明情况。可女孩冲进家里，却发现家里也空无一人。冲到2楼，看见自己的房间正发着光，于是走过去打开房门，地上全是混着血迹的泥浆。那个邻居躺在浴缸里，自己的手链正挂在水龙头上。女孩这才突然意识到，原来并没能逃脱，原来她被邻居残忍杀害了，尸体被锁进了保险柜。此时的自己只是个孤魂野鬼。当再次看到邻居那张油腻变态的脸时，女孩瞬间崩溃了，身体也随着呐喊支离破碎。第二天，警察在玉米地里发现了女孩的帽子，那是妈妈给她织的。父母再也撑不住了，但他们不会想到凶手竟是隔壁邻居，而此时的邻居正在熟练地清理犯下的罪孽。警察也开始了走访，很快来到了这个变态的男人家。这个变态的老男人竟把邻居14岁的可爱女孩骗到地窖残忍杀害。当警察上门问话时，他若无其事，一看就是经验老手。警察将被害女孩照片递过去，当他看到照片上女孩戴着的手链时，突然流露出惊慌的表情，因为那条手链此刻正搭在警察背后的椅子上。警察没注意到这些，只要求四处看看。就这样，男人照常逍遥法外，被害的女孩却被禁锢在一个荒凉的世界。每当她闭上眼睛，就能看到思念的人。她看到了初恋男友，男友也因她的离去而整日悲伤。一个黑衣女走到男友身旁，说女孩并没离开，就在我们身边。女孩突然想起来，那晚逃命的时候，黑衣女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她的人，她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这时，一个黑妹叫住了她，告诉她放下一切往前走，就能到达天堂。女孩却回头往后跑，她还有太多东西放不下，她放不下还没来得及接吻的初恋，放不下逍遥法外的凶手，更放不下疼爱自己的父母。海边出现了很多大瓶子，女孩记得这些都是父亲和她一起制作的，而此时父亲却发了疯似的疯狂砸烂这些瓶子。失去女儿的他太痛苦了。仿佛听到了女儿的呼喊，父亲瘫坐在地嚎啕大哭。晚上，他在瓶子上点了支蜡烛，透过烛光，他似乎感受到了女儿就在身边。于是他开始振作起来，寻找凶手。终于这一天，在邻居家，他发现了蛛丝马迹。这个男人的眼神里充满了变态与邪恶。他先是残忍杀害了邻家14岁的女孩，现在又盯上了他家小女儿。他又开始设计牢笼，企图继续进行诱骗。幸好女孩的父亲发现了异常，上前和他搭话。突然，他看到了旁边枯萎的花朵。此时，另一个世界的女儿也正拿起花，闭上了眼睛。奇迹发生了。父亲知道这是女儿在给他传达消息。忽然间，他又回想起那天邻居送他们花时，目光总是落在女儿身上。父亲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愤怒之火熊熊燃起。邻居感觉不对，赶紧跑回家，死死抵住房门。当晚，父亲吻别了小女儿，然后从床底拿出一根棒球棍。他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既然警察没办法，那就自己动手，让凶手血债血偿。他一路跟踪邻居，发现他鬼鬼祟祟，拿着手电钻进了玉米地。父亲冲了过去，却发现是正在约会的小情侣，接着就遭到一顿殴打。狡猾的邻居则躲在暗处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。女儿看到父亲被打，哭得声嘶力竭，却无能为力。比起替他报仇，此时她更希望家人能放下仇恨。最终，父亲身受重伤，被送到医院，而妹妹却决定用自己的力量为姐姐讨回公道。
跑步时看到邻居驾车离开，于是偷偷溜进他家，终于在卧室地板下发现了一本笔记，打开一看，竟有姐姐的画像和一缕头发。此时邻居突然回来，慌张中妹妹放下地板时发出了声响。男人明白了一切，疯狂冲上楼。关键时刻，妹妹拿着笔记翻窗滚下。好在跑得快，邻居知道自己完了，只能急忙回家收拾，准备逃跑。等警察赶到，这里早已人去楼空。这个变态的男人从此销声匿迹。经历了这么多，受害的大女儿开始慢慢放下了。她只希望家人可以回归正常生活，好好活着。另一个世界，她也遇到了很多女孩的灵魂，她们都是被那个变态杀害的。如今，她们也都已经放下了仇恨。女孩决定放下过去，和他们一起前往天堂。但她还有一件事没有做，她找到了那个已经和初恋在一起的通灵女孩，借用她的身体和初恋表白。终于，她心满意足地送出了自己甜蜜的初吻，之后便再了无牵挂，离开了人间。关于那个变态的结局，如你所愿，自然好不到哪儿去。I'll take you wherever you want to go. Not interested. 结局虽然不够过瘾，可还算是老天有眼。假如让你安排结局，你会做什么呢？欢迎评论。